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呀，我是丽姐，超开心各位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宝子们订阅哈，要是故事特别精彩，别忘了打赏，请丽姐喝杯茶哟。哎呀妈呀，今天丽姐要给大伙讲个能把人气个半死的故事。我干婚恋服务这么多年，见过各种各样的男男女女，可像今天要说的这位小陈同学这么倒霉的，还真少见。事情是这样的哈，前几天来了个35岁的小伙子，长得精神抖擞的，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，月薪2万多，有车有房，各方面条件那叫一个不错。这小陈一来就跟我说，丽姐，我是真心实意来找对象的，您可得帮我介绍介绍。我一看这条件，心想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，马上就给他安排了几位适龄的女孩子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这里面居然藏着个东施效颦的主。那天来了个32岁的女士，自称是某大企业高管，月入5万加。这女士一进门，浑身名牌，拿着限量款包包，那架势感觉自己高人一等。见面第一句话就是，我的条件你应该都清楚了，我对男方的要求其实不高，主要有以下几点。好家伙，接下来他说的要求，差点没把我惊掉下巴。第一，对方必须35岁以下，身高180厘米以上，名校毕业，长相的帅气阳光。第二，月收入税后要达到5万以上，必须在1线城市市中心有房子，最好是大平层。第三，家庭背景的好，父母最好都是有社会地位的人。第四，性格要温柔体贴，会照顾人，但也得有自己的主见。第五，最好有海外留学背景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。我当时就想吐槽，妹子啊，你这哪是找对象，分明是在筛选优质股呢。但咱做红娘这么多年，啥场面没见过，还是耐着性子问他，那您自己的条件都符合这些要求吗？结果这女士理直气壮地说，我虽然没这么优秀，但我觉得女人就得找比自己条件好的，这样才能往上发展啊。救命啊！这话听得我差点笑出声，又气又好笑。但咱得讲职业道德，还是给他安排了和小陈见面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小陈的条件已经很棒了，虽说不是他说的那些天花乱坠的要求，但也是相当优质的男士了。谁能想到这一场相亲简直就是个大坑，要不是后来小陈来找我诉苦，我都不知道后面发生了这么惨的事儿。那天相亲之后，小陈就跟这位女士加了微信。按我们婚介所的规矩，双方加微信后要及时反馈意见，可小陈这边一直没动静。我还纳闷呢，这不像小陈的风格啊。直到1个星期后，小陈突然来找我，那脸绿的哟。他一进门就喊，丽姐，我让人给骗惨啦。原来啊，这小丽加了微信后就开始对小陈嘘寒问暖，跟之前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完全不一样，还经常发些精致的美食照片，说是自己下厨做的。小陈一开始还挺感动，心想这姑娘虽然要求高，但人还不错。可这好景不长啊，没过几天，小丽就开始跟小陈诉苦，说什么自己投资失败了，公司账户暂时被冻结，手头特别紧。小陈一听还以为遇到真爱了，想着帮帮对方也没啥，就先后转了好几笔钱，加起来差不多10万。我一听这数字差点没站稳，多少？10万？你这孩子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小陈说，丽姐，我这不看他条件不错，人看着也真诚嘛。而且他说很快就还给我看了他的工资单和银行流水。我赶紧打断他，工资单、银行流水，现在 P 图软件这么厉害，这也能信？最气人的是，这小丽拿到钱后直接把小陈拉黑了，微信、电话、支付宝通通联系不上。小陈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，赶紧去报警。警察立案调查后发现，这小丽提供的公司职位全是假的，她根本不是什么企业高管，而是个职业诈骗犯。不仅如此，她用这招美人计已经骗了好几个人了。你们知道最绝的是什么吗？小陈去法院起诉，法院居然说资金往来属于民事赠与行为，且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诈骗，属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我当时就火冒三丈，这年头骗子都这么嚣张了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小陈更是欲哭无泪，丽姐，我这是花10万买了个教训啊。说到这儿，丽姐得提醒各位相亲的男士们，现在这社会啊，骗子太多了。
尤其是那些打着高学历、高收入旗号来相亲的，一定要擦亮眼睛。不是丽姐我乱说，但凡对方一开口就是各种苛刻条件，还样样都要顶尖的，十有八九有问题。而且像这种刚认识就借钱的，那就更得小心了。感情是要慢慢培养的，哪有一上来就借这么大数目的钱？这不明摆着是来骗人的吗？哎呀，说到这儿，丽姐我都替小陈心疼。但故事还没完呢，后面还有更离谱的，能把你们气得跳脚。就在小陈这事儿发生后没多久，我们婚介所又来了一位女士，这回是个37岁的姐姐，自称是某上市公司的首席财务官，年薪100万。一进门就跟我说，丽姐，我找对象就一个要求，门当户对。我一听这话就警惕起来了，咋这么耳熟呢？赶紧详细问了问她的情况。结果这姐姐更夸张，她说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。第一，对方必须是985，211毕业的，最好是清北复交的。第二，年薪不能低于200万，还得有投资眼光。第三，得有2套房产，最好是市中心的大平层。第四，我实在忍不住打断她，姐，您真实年薪到底多少啊？她支支吾吾了半天，最后才说，目前20万吧，但我有上升空间啊。好家伙，这跟之前那个诈骗犯简直一个套路啊！我直接回怼他，姐，您这是来找对象还是来挑选人生赢家呢？您自己才20万年薪，就想找200万的，这也太不切实际了吧。结果这姐姐一下子就急眼了，你这啥意思？我这是给对方一个上升的机会，懂不懂？而且我长得漂亮，会持家，这不比钱更重要吗？我都快被气笑了。姐，您说的这些要求您自己达到了吗？您让人家有2套房，您自己有吗？您要求人家是清北复交毕业的，您是吗？他直接打断我这是为了下一代。这姐姐确实保养的还行，但说实话也就普普通通的，离她自己说的那个级别差远了。我好声好气的劝她，姐，咱们找对象得实事求是，您这些要求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算是20多岁的女孩子都不一定能找到，更何况……她立马就炸毛了，你这是歧视大龄剩女，我要投诉你，我要找你们老板评理去。我差点被气死，姐，我这是为您好啊。您没等我说完，她直接摔门就走了，临走还撂下句狠话，你们这婚介所一点诚意都没有，一点都不为客户着想。哎呦喂，我的老天爷啊，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还真是头一回碰上这种极品。你说自己条件一般，要求还高得离谱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？更可气的是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姐姐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上市公司高管，连正经工作都没有，就是个微商。这年头啥人都有啊。亲爱的粉丝们，通过前面这些故事，丽姐我越想越气。现在的相亲市场简直乱成一锅粥，一边是像小陈这样的老实人被骗，一边是像那个微商姐姐这样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人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前2天又来了个男士，是做金融的，年薪60-70万，人长得帅，条件相当不错。我把那位自称上市公司高管姐姐的情况跟他说了说，他听完直接就吐槽，丽姐，现在这种女的我见多了，整天做着公主梦，以为自己是貂蝉，结果连村花都算不上。这男士说的太实在了，我们这些男的努力工作，拼命赚钱，可不是为了给别人当提款机的。那些整天喊着要找优质男人的女的，自己又优质在哪儿呢？会赚钱吗？有上进心吗？有家庭观念吗？说的太对了。丽姐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大家，真正优秀的人都很务实，那些一开口就是各种不切实际条件的，十有八九是在画大饼。现在深圳这边啊，这种骗局越来越多，他们专门盯着那些事业有成的单身男士，先是通过婚介所或者相亲软件认识，然后用美人计，骗得对方信任后就开始各种借钱，等拿到钱就跑得没影了，让人想告都告不了。所以丽姐今天给大家提几点建议。第一，不管对方条件多好，只要一提借钱，坚决拒绝，就算以后真结婚了都不一定借，更别说刚认识就借。第二，碰到那种自己条件一般，要求却高得离谱的，赶紧绕道走。这种人要么没自知之明，要么就是心怀不轨。第三，
一定要去实地考察对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。光看照片、听描述最不靠谱了，骗子的嘴那可是能把死人说活。最后，丽姐想说，现在找对象确实不容易，但千万别因为着急就失去判断力。感情是要慢慢培养的，真心的人不会一上来就跟你谈条件，更不会找你借钱。那些整天喊着要找高富帅女神的人，往往都不靠谱。真正优秀的人都是脚踏实地，互相欣赏，一起进步，不是看你有多少钱，也不是看你长得多好看，而是看两个人能不能真心相待，能不能互相理解包容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。各位单身的宝子们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别被表面的东西迷惑了。真爱需要时间来培养，千万别因为一时冲动就上当受骗啊！丽姐一直相信，只要用心经营感情，就没有啥难事。祝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真爱，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。记得点赞关注丽姐哦，下期我给大家讲另一个超奇葩的相亲故事，绝对精彩。